继哈尔科夫反攻之后，乌军又开展闪电战，在大诺沃希尔方向一路推进，攻占马卡里夫卡。火力军之前在反攻战果里聊过，乌军在扎波罗热地区的反攻以托克马克为主，配备的武器也是最先进的，比如巴尔坦克、布雷德利战车。但是在大诺沃希尔方向的乌军表现也相当扎眼，没有太多的王牌装备，却一路突破俄军纵深防线，攻占了马卡里夫卡。原因就是从美军那儿学来的闪电战。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的一个营将29辆 M1 坦克、14辆 M2 以及几辆 M113 装甲运兵车组成了城市突击特遣部队，率先攻入巴格达，直接击溃伊拉克守军的意志，避免美军打巷战，并且在巴格达市中心建立一个主要据点，加速这座城市的沦陷。乌军第35海军陆战队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反攻时用的就是这种战术。就装备来说，第35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数十辆英国和土耳其的装甲车，大概只有10辆 T80BV 坦克。反攻时，乌军由一辆 T80 开路，其他车辆警戒道路两侧的俄军阵地，就算发现俄军，坦克也不会停止前进，而是一直保持向前攻击的态势，由后面装甲车上的步兵下车与俄军近距离交战。攻下俄军阵地之后，再由大部队补充战地。按照乌克兰陆战队士兵的说法，俄军也没想到乌军会以这种速度前进，战术非常有效。这算是乌军测试俄军的态势感知能力。就结果来看，俄军对前线的侦察力量有限，也缺乏轮式作战车辆，在快速机动能力上很明显不如乌军的突击小队。如果乌军能够连续成功的执行闪电战，乌克兰指挥官可能会继续派遣更多的旅增援，同一轴线上的兵力就越多。如果俄军不找办法克制，那么乌军冲进来的部队很有可能攻击俄罗斯58集团军的侧后方。这可不是说说而已。在乌军最初的计划中，大诺沃希尔卡是牵制方向，俄军在这里的防御工事并不是很密集，所以乌军本来计划以第23机步旅、第31机步旅、第37海军陆战旅等新军通过快速突击战术牵制俄军。后来又派遣第35陆战旅、战后较早组建的第68列兵旅以及附近的第110、129领土防卫旅增援作战，并依次夺占居民点，打卡升旗。为了保证战果，之后又调来了第4坦克旅、第25空降旅支援，并由第47、第55炮兵旅提供火力支援。乌军第1坦克旅、进攻卫队第1突击旅等部可能也有单位抽调参战。在投入兵力方面，为本轮乌军反攻之最。随着战果的扩大，乌军的兵力会越来越多，俄军反攻的胜率也会越来越低，而且会越来越被动。有一句话说得好，率先带领更多部队到达的指挥官将获胜。如果乌军先部署，俄军就需要3:1的人数优势才能把乌军推回去。不过很显然不太可能，乌军拿下马卡里夫卡之后，俄军想反攻回来的概率就很低了。马卡里夫卡这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将海马斯布置在这地方，亚速海沿岸就处在了乌军射程范围内。乌军拿下马卡里夫卡之后，俄军想反攻回来的概率就很低了。马卡里夫卡这地方进可攻，退可守，将海马斯布置在这地方，亚速海沿岸就处在了乌军射程范围内。等于说，控制了马卡里夫卡，就控制了俄军通往克里米亚的最后一条陆地走廊。当然，也可能是给顿涅茨克市附近的乌军据点减轻压力。有消息称，乌军大量装备从扎波罗热前线北上，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东进，目的就是在顿涅茨克打开一条通路，直达海边，斩断俄军乌东地区与克里米亚的联系。如果俄军不抽调其他战力支援，那乌军就一条路走到黑，将反攻重点转移到大诺沃希尔卡也不是不行。乌军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找到俄军防线上的突破口，后面几个机械化装甲旅就可以从突破口迅速向纵深穿插，冲向亚速海沿岸。总的来说，现在的南线俄军已经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增援还是不增援。抽调赫尔松第49集团军增援，那么赫尔松怎么办呢？不增援，乌军就不断进行反炮兵作战，削弱该地区俄军火力，为最终突破做准备。
如果俄军进行增援，二线部队在进入战场的时候就会遭到乌军远程炮火打击。现在乌军发射远程火箭弹布雷，在俄军二线阵地后方布雷，袭击俄军后援部队增援和弹药补给路线。在大诺沃希尔卡前线已经有俄军弹药输送车队触雷爆炸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乌军的闪电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成果，但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使用闪电战的前提就是被攻击的一方战争组织能力相当差，会被打懵逼。但是如果能提前做准备，突击小队的结局不会太好。乌军缺少空中掩护，只能通过夜战的方式发动攻击。但俄军不是傻子，硬攻击的话损失会很大。如果35海军陆战队在攻击轴线上遇到雷区，光靠几辆 T80 坦克再加上几十辆运兵卡车是没办法打穿俄罗斯军队防线的。还有后勤问题，跑得快也就意味着补给困难，后勤可能无法及时跟进，并且因为车队的两侧无法保障安全，后勤补给线的脆弱性增加，途径的越远就会越加的孤立无援。不过对乌军而言，闪电战是必须的。从整体的战局分析，闪电战是乌军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战术。二战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不少，比如两伊战争、苏联版的阿富汗战争、美国版的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但是这些战争要么是绝对优势下的一边倒，要么打得拖沓拉胯，平淡无奇。从战术战法角度来说，以上的这几场战争几乎都是直来直去，拼的是实力和消耗，很少有靠智慧的经典战斗。就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军事史上最平淡无奇的消耗战。在8年战争中，伊拉克和伊朗两军居然没有为世界军事史留下任何一场可圈可点的谋略性战例，双方拼的是武器和人员的消耗。两伊战争开始之初，伊拉克占领了伊朗的一些国土，战争也主要在伊朗境内展开。此后形成了僵局，再往后，伊朗开始一点点夺回失地，甚至一度推进到了伊拉克境内。而乌克兰的战场态势也大抵如此。不过在军事科技突飞猛进的当下，乌俄双方却为世界军事史留下了一场堪称经典的声东击西战例。在乌俄战争最初的几十个小时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从军事理论角度来说，俄军会靠钢铁洪流一直推进战，或者是像海湾战争那样依靠高科技武器优势。结果没想到，乌俄战争里俄军的势如破竹，只是昙花一现，随之就被乌军以手提肩扛的小型武器，借助于北约提供的现代化信息系统及情报，采取小规模灵活机动的打法所遏制。在乌俄战争之初，俄军的攻势也很猛，但在占领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大部分区域、哈尔科夫小部分区域等乌克兰乌南、乌东领土后，便无力再发起大的攻势，战场也进入了相对平衡的态势。直白地说，其实就是陷入了僵局。结果谁也没想到，之后乌军就玩了一次大的。自去年7月份开始，从泽总到总统顾问团成员，再到军事专家和乌军高层，都表示我们要大反攻，并在8月中旬开始对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赫尔松俄罗斯守军的仓库等后勤补给通道进行轰炸，营造了乌军将对赫尔松地区发动进攻的舆论导向。8月下旬，乌军向赫尔松地区发起了反攻。为了保住赫尔松地区，俄罗斯将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悄悄调到了赫尔松战场上。乌军8月底和9月初的进攻给俄军造成了2个印象：乌军的主攻方向在乌南的赫尔松地区，以及乌军的反攻能力一般。当时反攻赫尔松的时候，乌军是稳扎稳打，给俄军一种没有实力的错觉。正是基于这个判断，俄军将哈尔科夫附近的部队调往赫尔松前线。谁也没有会想到，乌军攻击赫尔松只是佯攻。到了9月7日凌晨，乌军突然反攻哈尔科夫地区，在远程炮火向俄军及亲俄武装阵地倾泻炮弹的同时，向库皮扬斯基、伊久姆、巴拉克利亚等战略重镇快速推进，并且投入了8倍于俄罗斯军队和亲俄武装的兵力。如果以此推算的话，乌军投入这场战斗的兵力应该不低于8万人。人多，武器还好，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
3天时间，乌军就收复了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过程来看，乌军对赫尔松方向的进攻成功误导了俄军的判断，以为乌军的主攻方向在乌南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一线，所以将哈尔科夫的精锐部队调往了赫尔松地区，导致兵力不足的库皮扬斯基、伊久姆、巴拉科利亚等重镇被乌军轻易攻陷。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也认为，乌军此前在赫尔松地区发动的攻势成功混淆了俄方的判断，让俄方将部分部队重新部署到了南方，从而为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创造了条件。这次的扎波罗热反攻也是如此。不过就战术来讲，乌军这次不是声东击西了，而是与俄军硬刚。就结果来说，乌军依靠闪电战在大诺沃希尔方向一路推进，火力军很看好。同时，乌军这1年多的战斗彻底推翻了主战坦克已经是落日的说法。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乌军摧毁了大量的俄罗斯装甲车辆， T90M 都没能幸免。于是就有许多人宣布主战坦克的时代已经被终结。不过俄军坦克损失过多的主要原因还是怪俄军战术与领导层不行。坦克这东西在没有步兵支援或火炮的情况下前进，很容易就被开惯了。而且说坦克过时，就等于说装甲运兵车以及其他类型的装甲机动车也过时了。如果取消所有装甲车辆，士兵还有什么选择呢？开着没有防护的吉普车和卡车四处乱逛，只会死得更快。并且乌军的闪击战也是基于装甲车辆，比如拳击手这样的装甲车，机动性比坦克好，防护也不是很差。装备突击小队之后，直接穿插进敌人内部，甚至还可以使用无人机或其他传感器为自己的炮兵提供目标。总的来说，乌军想要将俄军赶出乌克兰，闪电战或许是最好的办法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的闪电战能起到什么效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